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慢性肾脏病患者其实不是因为肾脏本身出了问题，而是因为误判饮食，错过最佳治疗的时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生活明明很自律，避开所有的甜饮，结果抽血检查报告还是吓了你一跳。就像张先生，他被诊断出慢性肾脏病之后，非常自律，可乐、含糖饮料一口都不碰，每天3瓶健康的草本茶。他偶尔还会喝一杯椰子水来补充电解质。他心想：我没有喝汽水、含糖饮料，肾脏应该会很健康吧？然而几个月后回诊，抽血报告让他傻眼，血钾飙高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就避开了所有甜食啊，怎么会血钾偏高？真相往往就藏在细节里。那些号称健康草本茶，可能是高钾草本配方，或暗藏一些糖分，而椰子水本身含钾量就偏高啊，以为在补水，没想到却不知不觉中给肾脏带来了负担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对肾脏患者来说，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缺水或脱水，而是在于饮品的选择。那些看起来健康无害的饮料，其实隐藏着隐形的糖分和不该有的添加剂，都会造成肾脏的负担。所以今天我要揭开一个秘密，分享5种对肾脏病患者友善的饮品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。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在我们开始具体讲肾脏友善饮品之前，先把它总结5个肾脏饮品的黄金选择标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饮料的筛选机制啊，不合格的饮料也就不要碰啦。原则1，要能补水，水分充足才是肾脏最基本的需求，长期肾脏脱水会对肾功能造成伤害。原则2，低糖或无糖，我们要选择少糖或完全不加糖的饮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糖会增加肥胖、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，而这3者正是肾脏病的大敌。原则3，无添加剂，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成分标签，找找看有没有磷或钾的添加剂。这类添加在深色汽水、瓶装茶里面非常常见，一不小心就会让肾脏造成过多的负担。原则4，低钾优先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钾最好是从食物中来获取，而不是从饮料喝下去，因为液体的钾没有纤维，很容易被肠道快速吸收，一喝下去就被吸收了。对肾脏病患者来说，可能瞬间把血钾冲高，非常危险。原则5，好喝，最后饮料还是要好喝啊，否则你根本就喝不下去，也没有办法长期坚持。以上这5个就是我们挑选肾脏友善饮品的原则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挑选饮品了，接下来就来看看有哪5大肾脏友善的饮品吧。谁是你肾脏最好的朋友？第一，水，听起来是老生常谈，但水永远是最安全、最有效的选择。它能够帮助身体保持湿润，而且完全没有添加剂。如果你觉得喝白开水太无聊，这边可以分享几个小巧思啊。小丽是一位透析的患者，她每天的饮水量有限，要限水，所以每一口水都非常的珍贵。她可以在水里加一点柠檬、草莓、柑橘片，增加风味，又不会摄入太多的钾或糖分。这边再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是晚期肾脏病患者，比方说排尿减少、有洗肾，一定要和医师或营养师讨论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饮水量。2，气泡水，如果你喜欢喝碳酸饮料带来的气泡感，气泡水就是完美的替代品。
是帮助你戒掉含糖汽水的好帮手。研究显示，含糖汽水可能会增加肾脏疾病的风险。我们选择有一些小技巧，我们要尽量挑原味或天然无调味的气泡水，不要选择有额外糖分或太多添加剂的气泡水。小明是一位年轻的肾友，他周末喜欢和朋友聚餐，但不能喝酒，他就会自制假的鸡尾酒。在气泡水里面，我们可以加入少量柠檬，再加一点点康普茶或少量果汁，既能控制钾离子的摄取，又有风味，还能用漂亮的玻璃杯装这个饮料，增加饮用的仪式感。3. 茶是水之外的另一个好选择。最安全的包括绿茶、薄荷茶、洋甘菊茶、洛神花茶等等，其中尤其绿茶特别出色，富含多酚类，有抗氧化的效果。泡茶时不用太烫的水，我们浸泡个2到4分钟就好，这样茶味清爽又不苦涩。这边举个案例，王奶奶听说姜黄对身体很好，就开始喝含有姜黄的草本复方茶，但她没有注意到茶里面含钾的量非常高，结果累积过高的钾，反而造成肾脏的负担啊。所以这边要提醒，茶虽然好，但对于草本混合茶要保持警惕，其中特别是含有多种草药，因为可能含有高钾或和肾脏病药物有交互作用。另外，市售的瓶装茶一定要看成分标签，确认没有零的添加剂、人造甜味剂或额外的糖分。4. 咖啡，适量享受咖啡对肾脏病患者是安全的，甚至黑咖啡还有部分研究指出可以保护肾功能和心血管的效果。根据系统性回顾，每天摄取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。大约相当于每天最多3杯240毫升的黑咖啡啊。很多人喜欢喝大杯的咖啡，比如400毫升。如果早上喝1杯，下午再喝1杯，就很容易超过这个400毫克咖啡因的建议量。所以我们务必要留意咖啡杯的容量。另外，这边要提醒，如果有加奶精，要避开高糖和含磷添加剂的款式啊。另外，如果咖啡会让你心悸、焦虑、影响睡眠，可以改喝低咖啡因的咖啡，或者喝低咖啡因的茶。第5，植物奶。如果你喜欢喝牛奶，但医师又建议你要限制蛋白质，不能喝牛奶，非常困扰，那植物奶会是个合适的替代方案哦。研究和临床经验都指出，相较于动物性饮食，植物性饮食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往往带来更多的好处。对于肾脏病患者来说，大多数植物奶都比牛奶更友善，像是杏仁奶、燕麦奶、腰果奶、米浆，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水，所以含钾和蛋白质的量通常都比牛奶还低。对于需要控制钾和蛋白质的肾友来说，植物奶会比牛奶还更适合。我们选择的重点要挑没有加糖、无添加剂的产品。这边要再提醒一下，植物奶的配方随时可能会因不同的厂商而有变动，所以我们购买时一定要仔细看成分标签。举例来说，吴小姐是一位素食者，需要靠植物奶来补充钙质。她发现，即使是同一个品牌，不同种类的产品成分差异也很大。例如，某个品牌的杏仁奶，它没有加添加剂，但该品牌的米浆或腰果奶可能就含有很多添加剂。因此，我们每次购买前都必须要仔细核对成分列表，选择最适合的产品。这边特别提醒，豌豆奶和豆浆虽然也是植物奶，但它们的蛋白质和钾含量通常都比较高。另外，椰奶的钾和饱和脂肪也比较高，最好和医师或营养师讨论后，选择自己适合的那个款项。既然我们知道哪些是肾脏友善的饮品，接下来也要认识那些需要小心、最好限制或避开的饮品。别担心，这里说的限制或避开，指的是日常常规的饮用，偶尔喝一次不会立刻伤肾，但要注意分量。第一，汽水，尤其是深色汽水，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剂，而且糖分或人造甜味剂超高。
第二，能量饮料建议避开或限制。第三，高糖饮料或含糖的茶，就像前面提到了张先生故事提醒我们，糖分过高对肾脏不好。第四，酒精、葡萄酒、啤酒等都应该要控制摄入的量。第五，高钾果汁或蔬菜汁，例如浓缩果汁、绿色蔬菜汁，这些钾含量可能很高。另外，椰子水钾含量通常也会很高，而且有些品牌还会额外添加大量的糖，所以肾友要特别注意小心饮用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今天我们学到，其实维持肾脏健康、保持水分并不无聊，重点是做出聪明的选择，再加上一点点的小创意。我们的肾脏健康饮品原则其实很简单，白开水永远是最重要的主角。想要让饮料更有味道，那就可以从刚才提到的肾友友善饮品里面选择，包含气泡水、茶、咖啡或植物奶，都能安全又好喝。另外，每次购买瓶装饮料或植物奶时，都要当个标签侦探，仔细看清楚成分标签，避开零添加剂和额外糖分，也要看钾的含量，让肾脏轻松又喝得安心。只要这样做，你就能在不让肾脏有额外负担的情况下，又享受清爽、美味、好喝的饮品哦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